刺锦这部剧的权谋斗争可谓步步惊心，而其中最让人瞠目结舌的，莫过于太子因为多看了姜嗣2眼，竟然遭到玉锦的疯狂报复，最终2次被废，甚至丢了性命。太子的结局不仅让人唏嘘，更让人深刻体会到玉锦的城府与手段。太子真的是一个非常脸谱化的角色，就差把不成器3个字写在脸上了。他是太子啊，被自己的姑姑长公主拿捏了，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遇到什么事都去请教自己的姑姑，自己一点主意都没有吗？真是辜负了皇帝对他的精心栽培。这些年他都学什么了？学到狗肚子了。齐王为于妻接风洗尘，他不请自来当然可以，没人能拦着他。可为难于妻算怎么一回事啊？不是说好要拉拢的吗？就这么个拉拢法，逼着人喝酒，这确定不是挑衅吗？把于妻推到自己的对立面，对太子有什么好处？更别说当着众人的面装也得装一装啊！要是不想装就别来，来了不装，逼自己的兄弟喝酒，哪有什么储君的样子啊？皇帝能放心把皇位交给你吗？于妻可不只是皇子，他的兄弟还是带兵的将领啊。太子一直觉得齐王是他的威胁，其他皇子是自己的威胁，却不知道他最大的威胁就是他自己，时不时就原形毕露了。这就是个草包啊，他根本就不是当太子的材料。一国储君不该是这样的，一国储君可以不学无术，但也不至于说不知道该干什么呀。太子的举动也太荒谬了。别说于妻和齐王是亲兄弟，跟他不是吗？一母同胞，可不代表于妻会支持齐王这个哥哥。这些年齐王可没搭理过于妻，于妻也不想搭理他，所以太子是有拉拢于妻的可能的，他就不试一试吗？太子是大周的储君，景明帝和元皇后所生的唯一皇子。与玉锦不同，他从小生活在皇宫，备受父亲景明帝的宠爱与期望。然而这位太子却是个典型的猪队友，他不仅荒淫无度，喜好女色，还毫无政治头脑，甚至胆大包天地觊觎玉锦的妻子姜嗣。在玉锦主动暴露自己七皇子的身份，求娶姜嗣之后，两人很快定下婚约，并举办了婚礼。姜嗣成了玉锦的妻子，这本该是一段佳话，但太子却在这时表现出了对姜嗣的浓厚兴趣。他在与玉锦见面时，毫不掩饰自己对姜氏的喜爱，甚至露出一副色迷迷的神态。这一幕让玉锦怒火中烧，恨不得当场揍他一毒。太子对姜氏的觊觎彻底激怒了玉锦。在太子离开后，玉锦直白地向姜嗣提出，自己再也无法忍受太子，不如就由自己来做这个太子。于是玉锦开始暗中布局，准备扳倒太子。靠着玉锦的推波助澜，太子很快第一次被废，而被废的原因竟然是与皇帝的后妃偷情。虽然这位后妃并不受宠，但太子的行为无疑触犯了皇室的底线。景明帝震怒之下，废除了太子的身份。然而太子毕竟是景明帝唯一的儿子，他在被废后卖弄了一番父子亲情，景明帝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重新封他为太子。太子的复立并没有让玉锦感到沮丧，反而让他喜上眉梢。他告诉姜嗣，倘若这次太子再被废，那才是真正的永无出头之日。于是玉锦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报复。景明帝派太子去赈灾，玉锦也选择随行。太子的个人能力本就平庸，景明帝也清楚他不过是个酒囊饭袋。果然，太子在赈灾过程中毫无作为，无论是火灾后的重建、难民的救治，还是赔偿的发放，几乎都是由玉锦和其他下属完成的。玉锦旋凭借二牛对地震的预知能力，以及姜氏的提醒，成功疏散民众，避免了一场灾难。然而太子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无能，还看中了当地一位已婚之妇。他命令手下将这位无辜的女人送到自己的床上。玉锦得知此事后，决定趁机彻底扳倒太子。他回到京城后，将二牛预言地震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景明帝，随行的官员也纷纷作证。太子天真的以为玉锦不会说实话，竟然试图抢夺功劳，这让景明帝万分失望。如果太子只是无能，或许景明帝还能容忍，但他接下来的行为彻底断送了自己的前途。玉锦趁热打铁，派人找来被太子强抢的民女，让他进入京城控告太子。景明帝本就为太子的无能焦头烂额，太子的恶行被曝光后，满朝官员一片哗然。然而太子并没有就此收手，反而兵行险着，用巫蛊之术对景明帝下手。他将景明帝的生辰八字贴在小人上，
用针扎穿小人的心脏，导致景明帝患上严重的心疾。幸好姜嗣和玉瑾及时调查，最终在二牛的帮助下找到了太子私藏巫蛊的证据。景明帝再也无法容忍，下令斩杀太子，并将太子妃和太孙流放。太子的死标志着玉瑾的报复取得了彻底的成功。然而，这只是玉瑾权谋之路的开始。太子的倒台不仅让玉瑾在朝中的地位更加稳固，也为他未来的夺嫡之路扫清了障碍。玉瑾的城府与手段让人不寒而栗，但也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智慧与魄力。太子与七皇子玉瑾的对比，不仅是个人命运的碰撞，更折射出封建皇权下继承人的选择逻辑。景明帝最终摒弃嫡长子继承的传统，将地位交给曾被流放的玉瑾，背后既有太子的荒唐无能，也有玉瑾的逆袭成长，更暗含一位帝王对江山社稷的深远考量。一、出身与成长，顺境与逆境的极端反差。太子是景明帝的嫡长子，生母魏元后，自幼被寄予厚望。他拥有最正统的出身，接受帝王亲自教导的治国之术。太子妃杨氏亦是世家典范。然而，这种唾手可得的优渥环境，却让他沉溺于声色犬马，荒废政务，甚至多次因好色误事如觊觎有夫之妇，设计将衣。玉瑾则截然相反，他出生即被冠以灾星之名，因宫廷权谋被流放边疆，在战场上九死一生。贤妃的冷漠与利用，更让他自幼饱尝人情冷暖。但逆境锤炼出他坚韧的品性，他化名于妻，隐于民间，与刚正不阿的甄衡联手查案，展现出不为权贵、为民申冤的担当。二、能力与品性，荒唐无能和智勇双全。太子的荒唐贯穿全剧，私德败坏，与景明帝的妃子杨妃私通，甚至被当场捉奸；治国无能，赈灾期间沉迷享乐，将赈灾重任推给玉瑾，却贪功冒领，狠毒短视，为保储君之位，竟用巫蛊之术谋害景明帝，彻底触犯帝王底线。景明帝曾评价太子扶不起的阿斗，多次宽容却换来变本加厉的放纵，最终彻底失望。玉瑾则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他的军事才能、边疆征战屡立战功，被景明帝赞为大周屏障。他的治国谋略，赈灾时亲力亲为，揭露贪腐，深得民心。他的胸怀格局，虽无心皇位，却因兄弟内斗被迫卷入，以雷霆手段肃清南巫细作与长公主的阴谋，稳定朝局。更难得的是，他始终保有人心，例如救下太子之子纯哥，并提醒太子妃以亲情维系景明帝的信任，展现政治智慧与人情练达。三、帝王的选择，江山社稷高于血缘嫡庶。景明帝的传位决策，本质是对继承人质量的权衡。太子的不可救药，景明帝曾为太子铺路，甚至为其复位，但太子屡次触碰底线，如巫蛊弑父，彻底失去帝王信任。玉瑾的被迫上位，玉瑾本无心争权，但太子与其他皇子内斗导致朝堂动荡，唯有他能以铁腕终结乱局。景明帝曾感慨，儿子不是数量多就好，还是要看质量。民心与权谋的双重考量，玉瑾的民间经历让他深谙百姓疾苦，而嫡皇后继后的支持与过继嫡子身份，更赋予他政治合法性。四、深层次隐喻，封建皇权下的继承困境。四瑾通过太子与玉瑾的对比，揭示了封建继承制度的矛盾，嫡长子制的弊端。太子因出身优越而丧失进取心，反成国家隐患；逆境造英雄。玉瑾的流放经历反而成为磨砺，印证了天将降大任的宿命论。帝王的无情与无奈，景明帝最终选择玉瑾，并非全然父爱，更多是出于对江山稳固的妥协。